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习小厨的菜园子。今天我来分享任何植物都需要做的最重要的一种施肥方式，那就是基肥。基肥就是在种植之前，或者是把植物的苗移栽定植之前，在土壤里施用的肥料，也叫做底肥。这是满足植物生长发育的最基本的营养物质。这不光是对于只有1季或者是1年生的植物来说，对于多年生的植物，在一个生长季的结束，或者是在另一个新的生长季开始之前施的肥，也是基肥。比如果树结完果了，或者是在冬季休眠之后，春季发芽之前，我们施的就是基肥。可见基肥是无论种什么植物都需要的。那么今天呢，我就来好好唠唠我所使用的4种基肥，也可以说是4种施基肥的方法。同样，我还会做成章节目录，方便大家跳跃观看和多次观看。第一种是粪肥。俗话说得好，庄稼一枝花，全靠当家。粪肥是对土壤和植物都很健康，营养呢也非常全面的农家肥，里面的氮、磷、钾都很丰富，而且还有一些其他的营养物质，是有机菜园里常用的，不仅能帮助植物生长，还可以改善菜园里的土壤结构，增加土壤的透气性、保水性，有养土的作用。可是咱们大部分的家里呢是不养牲畜和家禽的，我们一般呢就去直接购买这样一袋袋的粪肥就可以了。这种是已经发酵好的粪肥堆肥，拿回家就能直接使用了。作为基肥使用的话，那么就把这样的发酵好的粪肥直接加到土壤中就可以了，然后与土壤翻拌均匀。翻拌好之后呢，就可以直接种植你喜爱的瓜果蔬菜、花卉了。非常简单吧？这是已经发酵好的粪肥。但是如果你买的是农场自产的那种纯动物粪便，或者是你家里养了牧场的动物，像牛、马、羊、鸡还有鸽子等等，有现成的动物粪便，但这种动物粪便呢是不能直接加到菜园里用来种菜的，因为它们没有经过发酵。如果直接使用呢，植物是很难吸收到养分的，而且粪便在土中分解的过程呢会产生热量，容易烧坏植物的根系。所以要想使用这些粪便呢，要找一个地方先进行发酵处理。一般不加催化剂的话，要经过3个月、半年。如果气温低的话，甚至更久。发酵好的粪肥呢，才能用来种植施肥。关于用量，其实如发酵好的粪肥是比较温和的有机肥，用量上多点少点其实没有什么。如果非要给个用量做参考的话，作为基肥，我一般是这样使用的。根据粪肥的种类不同，我一般会用量上有些变化。一般牛粪和羊粪是很温和的，我就每平方厘土里大约放2到4升粪肥。我这个桶是10升的，那么这个菜床呢不到2平米，那么我就用半桶多一点点就够了。鸡粪呢相对于牛羊粪来说就没有那么温和了，所以尽量就不要用多。我一般每次会少用一些，作为基肥呢，相比于牛羊粪来说，甚至可以减半，每平方米1到2升也可以。这样量少，可以多次使用。施完基肥，然后在植物的生长过程中用基肥再追肥1次，把用量分2次使用。因为我的种植土从来都是用的有机肥，所以土质很好，用量呢也不需要太大。如果你是用院子里原来的土，而且土质呢不太好，那么可以适量的比我这个增加用量。第2种我常用的基肥呢是堆肥。这里我说的堆肥呢是大部分用植物或者是厨余做的堆肥。我自己有一个放在室外的堆肥箱，这个堆肥箱是没有底的，上面带盖子，盖上后基本上小动物和蚊蝇都进不来了。在底下的侧面，每一面都有一个小门，可以打开，方便取出做好的堆肥。我这个堆肥箱1年4季都放在这儿，有除草的草屑和花园植物就放进里面，从上面打开盖子放进去，然后从底部取做好的堆肥。关于自己做堆肥呢，如果您想了解的话，我之前发布过一个视频，介绍过这种有氧堆肥具体应该放什么，不应该放什么，还有在堆肥中常遇到的几大问题以及他们的解决方法。想了解的话呢，可以点击说明中的链接，观看这个超级实用的视频。如果没有堆肥箱的家庭，也不想自己做堆肥，也可以去园艺店或苗圃购买这种成袋做好的堆肥。这个在我们这里呢，邦宁斯和各个苗圃都有卖的，价格也不贵。这种基肥呢，在作为基肥使用时，也是和刚才说的粪肥一样，
都是已经发酵好的，直接和在土里就行了。同样，堆肥量的多少要根据土的品质来决定。一般花盆种植我会用堆肥和土的比例是1:3。如果是加在地里或者菜床里的话，我基本上会每平方米的土加10升左右的堆肥就足够了。当然，你也可以不只是单一的加入堆肥，可以堆肥和其他肥料一起使用。刚才说的第一种粪肥也是一样，都是可以和其他有机肥一起使用的。我有的时候呢就会加一部分堆肥、一部分粪肥或者其他有机肥一起用，根据您的需要来混合使用就行。第三种可以用作基肥的，也是我常用的，是加工过的有机复合肥。如果你喜欢逛园艺店，那么一定会发现各种有机肥，不光是粪肥和堆肥，有一些是加工成颗粒状或者粉末状的，这种或者是这种。对于这样的有机肥也是可以作为基肥使用的。这些经过加工的有机肥料都是比较温和的缓释肥，所以作为种植前的基肥也是非常合适的。这样的有机肥呢，通常在包装上就有用法和用量的说明，在使用前看好说明，按照说明的用量使用就可以了。每个品牌和款式都有不同的用量。这种有机肥的好处呢，就是有明确的氮、磷、钾的比例，那么你就可以根据您想种什么植物来进行选择。比如您想种番茄、黄瓜这样的果实类呢，就可以选择含磷、钾比较高的。如果想种芹菜啊、青菜这样的叶用蔬菜，那么就选择含氮和磷比较高的。如果种花，那么含磷的成分高是必须的了。这样有针对性的做好基肥呢，就可以为你的有机作物生长打好基础。这里有一个比较特殊的有机肥，就是这种骨血粉。骨血粉一般是用牛骨或牛血加工制成的粉末状的有机肥，这里面通常都含有氮和磷很丰富，但是这里钾元素很少。那么这个呢，我通常会用来种植叶类的蔬菜。如果你想用它种植果实类的或者是花卉也可以。我通常会在使用骨血粉的同时，加入一些富含钾的草木灰，这样呢就弥补了这种成分上的不足。这个草木灰呢，在上一期的关于草木灰的专门的那个视频当中介绍过它的制作方法和用法用量，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去看看。第四种我推荐一种组合，波卡西肥配草木灰。这是一种不用花钱的基肥组合，因为它所用的材料全都是家里和花园里的垃圾废料，但是效果呢却非常不错。首先，我们要制作一桶波卡西肥，把液体定期排出去。这种液体肥呢也非常有营养，可以用在日后的追肥使用。排出液体的波卡西半成品就是我们用来做基肥的重要原料了。这个方法不但可以做肥料，还可以改善土壤。特别是可以用在没种过作物的生土、土质不好的粘土等等，都可以用这种方法改善成适合种植的营养土。咱们现在要种植的土地上挖坑，我一般一小块地或者是一块菜床，会至少分成2个坑来挖。一般呢要挖30厘米左右深。如果你的地呢是很大一片，那么可以按垄来挖成长条状的小沟。挖好之后，就可以把波卡西桶里的这些略微粘稠的半发酵的混合物倒进去。我这块种植区很小，1桶就足够了。这半边先倒半桶，倒入之后再加上一些棕色的有机物。棕色的有机物都有什么呢？可以是干树叶、干草、干松针、纸壳、装鸡蛋的纸盒等等，这些都属于棕色有机物。这个棕色的有机物一定要加，因为波卡西肥在桶里发酵的时候用的全都是含氮丰富的有机材料，但是放到土里之后呢，想要分解得快，就需要碳氮比合适才行。而这些棕色的有机物呢，含碳都很丰富，可以和波卡西肥搭配成合适的碳氮比。比例的方法呢也很简单，基本上就是棕色的有机物和波卡西肥一样多就行了。原料的比例就是1:1，这样就可以把碳氮的比例大致的调成25:1到30:1，这样一个完美的碳氮比。这个数字说起来挺精确的，但是实际操作时不需要很精准，大概的就可以，用眼睛看就可以，因为我们不是做实验。
用眼睛看看差不多一样多了，基本上就可以了。按照这样的比例混合均匀之后，然后覆上土，上面覆土的土层厚度建议至少要10厘米以上，这样可以防止那些鼻子特别灵敏的小动物闻到气味来捣乱。而且这个深度呢，更有利于之后种上植物吸收养分。看到这儿还没完，刚才我们说的是一个组合，那么这个组合就是我一般用波卡西肥做的基肥呢，还喜欢在土里撒一层草木灰。原因是波卡西肥是酸性的，撒一点碱性的草木灰呢，可以综合一下酸碱度，而且有了草木灰呢，还可以帮助土壤杀菌驱虫。另外是非常好的钾肥，可以增加土壤的肥效。这样一块种植地就准备好了，半个月以后就可以在上面种你喜欢的蔬果了。这套组合呢，我觉得很完美。我现在好几个种植床都是这样的，和另外的那3种方式比起来呢，这种需要的时间长一些。其他3个都是施完肥就可以直接种了，这个呢需要等2周的时间。但是好处呢是不需要花钱买肥料了，还可以回收利用家里的很多厨余和废料，既环保又省钱。肥效也是很不错的，喜欢的话大家可以试试哦。哦，对了，如果你不知道波卡西肥怎么做，可以观看我之前有一期专门介绍和制作波卡西肥的视频，这是适合小家庭种菜的利器。以上4种呢，就是我常用的基肥，我会根据不同的具体情况来选择，比如不着急时呢，就会选择波卡西肥；在室内的花盆种植，多半呢就会选择加工好的有机肥；室外的菜床和种植箱呢，经常会使用粪肥和堆肥。当然，这也要看当时我家里有什么现成的肥。总之呢，这几种都是我觉得非常好用的有机肥，对植物好，对土质改善也好，所以分享给了大家。如果你们还有好的方法呢，欢迎来评论区交流分享。还有最重要的，别忘了给小厨点赞，关注习小厨和他的菜园子，给你的田园生活添姿添彩。下一期呢，我打算聊聊关于施肥的另一个阶段和方式——追肥。喜欢的朋友要回来捧场啊！好啦，感谢您收看这一期的节目，咱们下一期再会。